你可知道张无忌有多厉害？他只是看了5天医书就敢尝试这银针续命之术，可张无忌哪里知道这银针使用之法？一针下去，银针弯曲，就看着常玉春小腹径直流血。张无忌大惊失色，连忙堵住伤口。胡先生，常大哥官员血流血不止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当然知道，只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那日胡青牛为张无忌医治这玄冥神掌之毒，却意外发现这张无忌对带脉有所误解。胡青牛为了彰显自己医术高明，并给了他一本带脉论，让他好生研究。那你先慢慢看着，我稍晚一点再来施针啊。往后的几天，张无忌每天都沉寂在医书中，甚至还了解了银针的使用方法，以及连生周围的所有穴道，以至于废寝忘食，夜夜日日都在研究医书。不但将胡青牛的10余种著作都翻阅一遍，甚至还从书中悟出新道理。那你的意思是带脉共有10穴？也许不止，只是没被发现。你可太有意思了，不小年纪就有如此见识啊！胡青牛见张无忌天资聪明，殊非常人，于是将自己毕生所学子午针灸经书送给了张无忌。张无忌大喜，当下细细读了一遍。胡青牛便从中瞧出端倪，因为这本书中就有记载结心掌详细治疗方法。常大哥，你有救啊！我在先生的医书里找到了结心掌的治疗方法，你看，当从子沟、中庭、关元、天池4穴着手，遇阴阳5行之变。张无忌连翻数页卷书，可记载结心掌治疗方法实在奥妙精深，他实在参透不了。于是到了第2天，他便向胡青牛请教什么叫做遇阴阳5行之变。你还不如直接问我常玉春的病怎么治好呢？除了那个结心掌的医法，别的我是有问必答。张无忌知道胡青牛见死不救，只好另寻他路自寻研究。可如今7天期限已到，若不能早日治好常玉春，那么他必死无疑。生死关头，张无忌只好赌一把。他从胡青牛家中取出数枚草药，加小火慢熬成中药，为常玉春服下。初始常玉春只觉得此药苦涩无比，身体并无反应，似乎感觉还有点功效。可到了晚上，他只觉得浑身火热，疼痛难忍。张无忌愧疚不已，他只好从胡青牛的药柜中取了8枚银针，走到常玉春身畔说道：小弟只有冒险给常大哥下针，咱2人同生共死，若不幸出了岔子，小弟绝不偷生不活。千万别为我做傻事，就尽管下针对我医治就好。若是侥幸得救，好让我侯师伯颜面无存。若是你3两针炮给炸死了，也好比我在这草溪上度日。张无忌双手颤抖，细细摸准常玉春开元穴，就这么一次，就有了开头那一幕，常玉春小腹流血。张无忌知道关元穴位处小腹乃人身要害，这一出血不止，心下大急，当下请求胡青牛帮忙。哪成想胡青牛见死不救，置之不理。这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张无忌心中惶恐，跑到胡青牛面前呼喊：我现在就一命换一命，只求你救救常大哥，我烈士死在你面前就是。哎呀，我说不救，总之就是不救的。我胡青牛是见死不救，又不是催命无常。张无忌知道再跟他多说徒然白费时间，当下跑到常玉春身旁，心想这金针太软，便拔出一颗竹签插入他的子宫中庭、关元、天池4处穴道。竹签印中带有韧性，刺入穴道后居然并不流血。胡青牛见此大吃一惊，却见常玉春突然苏醒，登时起身吐出几大口黑血来。你竟然把我医好了！妙计，能有竹签代替金针的，这世上也只有你了。随后常玉春和张无忌跪地对胡青牛表示感谢。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由于张无忌用药过量，导致常玉春活不过40岁。常玉春闻言并不害怕，她丈夫及时报国，若是能建立功业，30岁已足够，何必40？次日常玉春伤势已好，2人自此离别。不会，娘的朋友可能出了点事情。虽然他隐姓埋名数十年，但对师傅还是关怀备至。一路跟着标记来到了一所客栈，他进入客栈却没发现师傅以及峨眉姐妹的踪迹，反而见到了武林各派的人物。他们口中均说是受人之邀，反而没见到邀请之人。等了良久，他们起身便要离开，忽听的楼梯上笃笃声响，似是有人用棍棒在梯级上敲打。跟着一阵咳嗽之声，一个弓腰曲背白发如银的老婆婆走了上来。她走几步咳嗽几声，显得极是辛苦。众人大吃一惊，却见来人正是灵蛇岛的金花婆婆。她身后跟着一个12、13岁的小女孩，扶着她左臂。我这么点人也罢。纪晓芙见人来势汹汹，便想要离去，忽然只见那老婆婆单手运着，一股劲风袭向着纪晓芙胸口。那纪晓芙本想抵挡，却不料胸口闭塞，气血翻涌，登时晕了过去。随后那众人朝着金花婆婆袭去，但见那老婆婆身形飘动，手持禅杖，一阵金花一朵朵从她念珠串上飞出，中间还夹着一声声的咳嗽。顷刻间将酒楼上其余14人尽数击倒。随后画面一转，就看那数名武林人士伤口以及耳朵都灌满了毒药。瞧你们这副可怜的模样，这些奇难杂症，世上唯有一人可治，那就是铁骨一仙胡青牛。原来当初胡青牛救了金花婆婆，反而对他的夫君见死不救，只因他不是明教中人，所以金花婆婆把这些人弄成这般模样，就是要胡青牛打破规矩。若是救他们其中一人，自己便会取走他的性命。而胡青牛这边每日给张无忌施针用药，而张无忌每天饱读医书，不觉间竟然瘦了几分。这天张无忌照常饱读医书，却不料屋外来了一行人，其容貌如丧尸一般径直的爬来。来人正是之前的那些武林同门，只因遭金花婆婆暗算，前往此地请求胡青牛医治。各位来的真是不巧，胡先生自己得了重病，卧床不起，无法为各位效劳。诸位还是另请高明吧。那行人再三恳求张无忌，实属无奈，
这时却见纪晓芙和杨不悔突然赶来救治，刹那间纪晓芙登时晕倒。张无忌见此连忙上前查看，可如今胡青牛病危，自己也没办法。但又见杨不悔和他们一行人苦苦哀求，有的一声不响，但都赖着不走。眼见天色将晚，张无忌弄来一些止疼药为他们服下。随后张无忌便谎称患病者中有明教中的人，把他们中毒的迹象都告诉了胡青牛。胡青牛也将解毒的药材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张无忌。随后在纪晓芙的帮忙下，张无忌为他们熬制成解药，一一为他们服下。初始还觉得有效，身体并无疼痛，还对张无忌表示感谢。可到了第二天，他们一行人却痛不欲生，呼天抢地，还要杀了张无忌。小子，是不是觉得救人好玩，拿我们来练手啊？不是的，我是按先生的方子一一照做的。是不是哪里出错了？之前只是脸痒，现在全身都痒。臭小子，杀了你谁打！刹那间，纪晓芙突然出手为张无忌挡下一刀，然而他也暴露了自己的身份，是峨眉派的纪晓芙。纪晓芙，你们认错人了。纪晓芙惶恐不安，拉着张无忌跑到屋内。那你真的就是季姑姑了。要是殷六叔在这儿就好了，他一直想念你呢。是我亏欠了他，一生一世要不偿还。当时纪晓芙腹部一股胀痛，径直的晕了过去。张无忌为其把脉顿感不妙，急忙的跑去胡青牛房间外，请求他问题出在哪。我可否进来看看你？不许进来！我开张救命的药方给你，有当归、远志、生地、毒火、防风五味药，2经适宜，穿身甲为饮，即服。先生，这些药分量如何？跟你说了，分量越重越好，还不快滚！